拜。这集啊，我们要来聊聊大卫霍金斯能量图表。这个大卫霍金斯能量图表，其实有很多其他人做的大卫霍金斯能量图表，那个颜色不太对，就是好像乱掉了这样。那其实这张能量图表是墨子做的，那这个颜色是正确的，就是20就是红色，那最高就是紫色，那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子，那至于白色是在你说什么？白色就是在所有脉轮之外，白色就是在所有脉轮之外这样。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脉轮那部影片。我们有分享很多外面不太会说的一些有关脉轮的内容。大卫霍金斯，大卫霍金斯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美国著名的精神科的医师，那他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是一个博士，所以他对精神的医学很有研究。那他也根据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就是物质其实等于能量，能量等于物质，然后来看待我们精神的世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物质嘛，那但是这个物质其实等于能量，那能量又等于我们的精神。他就把这个精神的一个状态，然后对应我们的物质的一个现象，定了一个标准。他花了20年的时间去研究人处在不同的精神状态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应该这么说，物质等于能量。那为什么物质等于能量？当能量以振动的方式去表现的时候，形成了物质。那这个振动每秒振动多少次，这个振动频率就会形成我们不同的状态。那他去研究我们人类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之下，我们的这种振动频率会有多少的振动这样。那它的数值从20到1000。那这个20到1000，这个20代表什么？它那个20代表的意义是说，我们人的振动频率处在每1秒钟振动2000次的状态，他就给它写上20，它等于是把振动频率除以100作为一个数值。那所以我们大家都看到网络上写说啊20啊200啊500啊，那500到底是什么？500其实就是每1秒钟振动5万次。我们的振动频率每1秒钟振动5万次的一个数值，那就代表说振动频率在500。那这个次数越快，就代表说我们的这种能量越密度越高。那其实密度高到一个程度，就可以超越物质。那也就是说，可能到了600、700就已经超越了物质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说，从最小的一个数值，等于是它写是20，20就是每秒钟振动2000次的一个次数。那在什么状态，我们的振动频率会每秒振动2000次呢？第一个就20的就是羞愧耻辱。当我们处于一个羞愧耻辱的状态，我们可能被人家批判，我们被人家攻击说啊，你这个人超烂的、超逊的，然后你很怎么样？然后我们被很多人去羞辱、去攻击的时候，我们身心灵处在一种无地自容，很羞耻，全世界都攻击你啊，攻击我。我觉得好羞愧啊，好丢脸，好惭愧，好耻辱哦，真的是丢脸到无地自容。我真想找个洞钻进去这样啊！我真的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找个洞能够钻到地心最好的，然后永远不会有人挖到我这样。就考古学家要挖也没挖那么深，这样就不会再找到我了。好羞耻，考古学家也不会挖到。对，就是希望都不要再找到我，好耻辱啊！连考古学家都最好都不要挖到我。对啊，不会挖那么深的。那结果他当然不知道地心还有世界，就挖太深就掉到地心世界，还是要面对人群这样。还是逃不过。对啊。这个我在想鸵鸟的那个鸵鸟是不是振动频率20啊？我说你干嘛拉我的衣服？你当鸵鸟，笑死！有没有看到你的肥肉啊？没有，我是瘦肉，都是瘦肉，所以看不到肥肉。好吧，我没说服力了。所以根据这个霍金斯他的研究，在这种心情的时候，我们人的振动频率就是每秒2000次，就是它数值就是20，他给它除以100来计算，作为一个标准，比较能够理解。那所以20开始就是这种羞愧。
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数字，就是你很想消失在这个世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个很基本的心态，就是你认为我存在着，你完全想消失在这个宇宙，消失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想存在着。那所以你自然就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因为都快要消失了，再下去可能就死掉了，这样就消失了，就去自杀了之类的。这个就是一个最低的能量数字，20。那20呈现出来就是一个红色的能量，非常红的一个能量的颜色。我们从最低的每秒2400的震动一直往上升，其实就会反映出我们在哪一个脉轮的运作。那其实刚刚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根本就是身处地狱了。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6道轮回去对应脉轮，它这个状态一定是在海底轮，它根本就是处在一种很地狱的状态，就是超地狱的。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就不要让这种数值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很难，也很难吧？有人很 care 别人怎么说他，可能就会发生了。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别人的羞辱啊，或者攻击，或者轻视。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30就是一种罪恶谴责。刚刚已经修炼到无地自容，那罪恶谴责就是虽然没有那么羞耻，但是心里面有罪恶感。有一种罪恶，罪恶，有一种谴责，是做了什么事有罪恶感？不知道，不知道，还是说像之前有一个 YouTuber 做了一些事，他会不会有罪恶感什么的？就他应该是不会这么低吧？这样子，就是当你做了一些错事的时候，你有深深的罪恶感，然后你谴责自己，你就会处在30这样的能量，也就是每秒震动3000次。有些人他可能做了大众不接受的事情，没有罪恶感就是高频的。所以这个频率其实是看你自己的情绪状态，你有没有那个感受？你有罪恶感，你就会有这样的频率。每一个人对罪恶感的定义不一样，就是做了什么事你才会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但是有的人才是一只蚂蚁就有深深的罪恶感，那有的人可能杀了500个人，他才有很深的罪恶感。就每一个人对罪恶感他的定义其实不一样。那这个情绪不是反映说你做了什么，它纯粹只是说你内心产生的很深的罪恶感的情形，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我记得曾经不是有看到有一个人频率好像30几，在某个社团看见，然后说是不知道是魔附身他还是他本身是魔，就说我们是那个负面集团。还是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被逼的，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他都会有罪恶感，会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搞不好是这样。搞不好是这样，搞不好他是被控制的或者什么，就是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那他做了之后，他会有罪恶感。就是曾经我们有看到一个人，他一直对我们非常的愤怒，你们就是邪恶势力，你们就是负面集团，然后用一些很激烈的话在攻击，就是我们明明这么开心，这么有爱，很多问号，很多然后就是看频率就发现，跟他对啊，就不知道是魔有附身还是他本身是魔这样。这让我想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些人他被附身了，然后他的灵魂还在身体里面，他可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但是附身了就别的灵操控了他的身体，然后他可能就去做一些坏事，然后搞不好去杀人或怎样，然后他去做了这些事，然后他的灵魂在他的身体里面看着这发生，他就觉得很有罪恶感，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而我却是有罪恶感的，好像比如说墨子被附身了，然后做了坏事，那墨子我的灵魂在背后看到我的身体被控制去做了坏事，那我就觉得墨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啊？墨子我好有罪恶感啊！我怎么会这样？那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的身体却做了，那我就有罪恶感哦。那这让我想到这种情况，对，这样就可能有罪恶感。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谈谈有关杀人犯，因为之前我们就有聊过，然后也看了一下这些杀人犯的频率，然后就发现，其实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关联，有一些关联，找一集来谈啊，要讲的太多了，继续。下一个是50，下一个就从30就跳到50，它不一定是隔了一个10的数字，它就是感受人的在什么情绪下、什么振动频率所写出来的一个表。那所以它这个表不一定是什么30就到40，不是，它30就直接到50。这样。对，那所以就是中间这一段可能都是罪恶感，然后再上去
50的话就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冷漠绝望。冷漠绝望，冷漠绝望，这其实可以感觉出来，就是比如说有人谈恋爱，然后又失恋，谈恋爱又失恋，谈恋爱又失恋，可能失恋个3、4次之后，他对于恋爱这回事就感觉到绝望。懂。人是一种由希望然后到失望嘛，但是你失望太多次之后，你就会绝望，就完全觉得世界可以理解。对啊，没有什么可以再希望了，就绝望了。幸好我是充满希望，没有到绝望。为什么有一些人的世界是绝望的，那有些人就是充满希望？对啊，怎么会这样？这就是轮回啊，他没有办法去从过去的那个轮回里面的情绪跳出来，所以他又显化了一次。当他越显化，一直发生同样情形的时候，迟早他就会进入绝望了，他就不再怀着希望人生就是如此。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这一切是他自己不断的在那个信念里面轮回所显化的，所以他就造成负面的不断轮回，轮回到一个程度就绝望了。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是充满希望的，但是我很能理解这种绝望。就可能我以前有经历过，以前的轮回有经历过，但是现在走过来就幸好一切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这种绝望应该是很多人都体会过，只是深浅的程度吧。对。就比如说我买乐透买了30年，然后结果都没中过这样子，绝望了。买30年都不中买到民国几年，反正不会中了，绝望了。绝望了。由绝望而生出冷漠，所以那个它的词就是蛮有意思的，冷漠、绝望。为什么绝望跟冷漠是扯在一起的？它就是一个你因为已经绝望了，所以你就不再怀抱着希望，就不会有那个原动力热情，就形成一种冷漠，再也燃烧不起来了。冷漠。这个就是50。那我们继续讲下一个。下一个是75，忧伤懊悔。这个数字好像之前听你说，不是台湾人平均都在75吗？还是全世界？不是台湾。75很低。台湾现在应该有比较高了吧？现在应该比较高。跟现在不一样，以前现在至少应该175吧，因为我们都在扬升啊。是以前以前台湾平均是75这样。忧伤懊悔是怎么一回事？忧伤懊悔这种情绪，应该大家都之前刚刚讲的那些不见得那么深刻，但是忧伤懊悔这应该蛮多会有这种感受的。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很多事情让我们都没有办法那么如意，那所以就忧伤这种情绪就很容易出现，就是忧愁、忧伤，就觉得蛮悲哀的我一生怎么这样子怎么会遇到这些状况？就这种情绪其实就是忧伤。然后懊悔就会觉得说，常常会觉得自己做错事，就早知道我就不要这么做。千金难买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就不要这样了好后悔很懊悔。然后处在这种又忧伤又懊悔的情绪。像我好像很常听到大人都在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怎样怎样早知道所以你不要像我一样对你不要踏上我的后路什么的然后一直说以前怎样很后悔。对就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懊悔当中对所以懊悔这种东西就是把自己一直活在过去不如意的一个情境上面，一些情境，那这样就一直想着那些情境，就懊悔，然后就一直忧伤。那所以这个能量75这个能量可能就跟一直活在过去有关系。因为大家想到过去，其实很少人会想到过去说我之前多快乐真的很开心，然后就一直想着我好开心，很开心的耶。对但是大家好像一想到过去就是过去的不如意，一想到过去就一定要忧伤一下。对人的一个很自然的特性，就习惯了。人只会对未来抱持希望，然后对过去都是懊悔，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再来就是焦虑恐惧100。焦虑恐惧这个太频繁了，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焦虑这种东西太频繁了。怎么说呢？焦虑恐惧这个事情在金钱上反应就特别明显，非常的明显。很多人在金钱上面都有焦虑跟恐惧，就是房租又要缴了，什么钱又来了，然后好焦虑然后很恐惧明天要軋票要300万，300万都不知道在哪里要跟谁调好焦虑好恐惧心急如焚。
那对啊，那怎么办呢？没还钱就要被砍手指这么夸张？这么到底借了什么？超级焦虑的好吗？如果是真的这样，就应该是很焦虑，是非常焦虑的。对啊，所以焦虑恐惧，当然不只是金钱方面，很多方面都会形成焦虑恐惧。这焦虑跟恐惧跟压力很大，应该也是同样的关系了。就是他焦虑跟恐惧所引起的烦躁，应该是同样的。他的烦躁是来自很焦虑这样，很急很烦，那所以焦虑恐惧，这在很多方面大家都会体会过。对啊。恐惧就是一种不安全感，那其实人常常会活得很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就是只要是小我抓得紧紧的，他就会没有安全感，因为小我本来就会是一个不存在的，他又要把它抓紧，那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就在关系里面也有很多不安全感，然后在金钱上也有很多不安全感，然后在生活上各个层面其实都有很多不安全感的情况，就会出现焦虑恐惧。现在讲到125，125，可爱欲望。可爱欲望不是很可爱，好可爱，不是。我有想要可爱的欲望，好可爱哦，耶。很可爱，但是不是那个可爱，不是这个可爱。不是。好。可爱是说渴望爱，就是心里面很缺乏爱，然后他很需要爱，叫做可爱。对爱很渴望，对爱很饥渴，很需要，这个叫做渴望。为什么会有爱？为什么会有渴望欲？渴望爱，渴望爱。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很渴望要爱，然后他就有很强的欲望要去占有对方，然后希望能够取得那个爱。这不一定是什么什么身体上的欲望啊，不是那些，而是就因为他很渴望要爱，然后他又没有，然后或者说他有了，然后也很怕失去，然后就很渴望，然后就要占领、占有，然后那个欲望就很强，就这种状态。那想要爱就爱就好，为什么要？因为他怕得不到的时候怕没有，然后得到之后又怕失去。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但是这种没有安全感不是焦虑恐惧，而是他一直想抓住，不要放开。你不准出门。不能出门。不能去上厕所。再乖乖在家就好了。那你要上厕所啊？你不行。在家要买尿壶。我怕你从厕所逃出去。厕所有暗格门什么。再来讲到150。150已经是一种黄色带一点点绿色的这种颜色，它其实主质还是黄色。那为什么150是愤怒仇恨？那愤怒仇恨为什么是黄色？黄色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能量。那愤怒仇恨就是你只要跟我不对，让我不舒服，那我就会愤怒，那我就会仇恨。只要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简单的说，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那种感觉。那自然就会对很多人都会有仇恨啊、愤怒这些情绪。这些反映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普遍。就很多人都很容易仇视别人。就跟他不是同样的理念啊。灵性圈也不例外啦。灵性圈也。我们有一集讲那个灵性圈黑暗面。但是既然谈灵性，应该不至于到150吧？那200以上都是高频，但是200以下是低频。没有人说灵性圈里面就一定灵性。是吧？灵性圈跟灵性其实是两件事。对，两件事啊。对啊，灵性圈跟灵性是两件事情。就像佛教跟佛法是两件事情。佛教跟佛法是两件事情，然后佛教跟成佛好像也不能画上等号，就看到佛教，奇怪。佛教不是教人成佛，没有看到人成佛啊，佛在哪里？对啊，其实它不见得是同样的等号。不要以为太阳饼里面有太阳好吗？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太阳饼里面，那老婆饼里面有没有老婆？老婆。老婆要自己去取了，你不能靠买个老婆饼然后获得一个老婆，没有这种事。把我装在饼里面。好好笑。所以愤怒、仇视这种情绪其实蛮常见的，在这个分裂的世界，很自然人就会把很多族群啊，把它分裂开来。就是只要意见不合，或者只要是理念不同啊，只要是背景不一样，然后很容易就划分一个界限，说你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有了分裂，然后就开始有仇视，
这种愤怒存在，对啊，就对另外一个族群就仇视这样。就像宗教也会啊，宗教也会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不要说宗教与宗教之间，同一个宗教里面的不同派别都会互相仇视。那其实这仇视、愤怒，它源自于一种分裂的想法，就是把别人跟自己看成是完全分开的个体。所以黄色这个就是一个自私的能量。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它是在黄色的区块。你不是曾经看一个有钱人的状态，然后他是呈现黄色的气场，所以黄色就代表恐惧、焦虑吗？黄色就是一种自私的能量。那你只要有自私的成分，你就会很想把一些东西占为己有。那你一旦没占为己有，你就会产生不安全感，那就会有恐惧啊、焦虑这些情绪。那恐惧、焦虑是内在面的，反映到外在可能就变成仇视、愤怒，就是对跟你不同理念的人，然后你就会仇视跟愤怒，然后反过来内在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恐惧跟焦虑。所以，那我记得你是不是说黄色是有钱人的能量？有钱人能量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很奇怪。有钱人为什么会恐惧焦虑？有钱人其实很恐惧焦虑。今天其实一个有钱人，他常常活在钱的这种不安全里面。就有一些有钱人啊，你看如果你拥有一个大企业，然后那个企业的股价，然后上上下下，你的心就随着那个股价上上下下，其实你就常常会焦虑、会恐惧，就怕只要它跌了10块钱我的产业我手上的持股市值就掉了5亿这样，我瞬间今天就5亿都不见了，好可怕。其实不就是一些数字在那边跑来跑去嘛？那他吃饭的时候还是吃饭啊，睡觉还是一样睡觉。他每天可能还是大鱼大肉的过，然后他生活好的不得了，但是他却为这些数字的跳动，然后在那里怎么这样啊？好可怕！对啊，他就被锁在那个。就是我认识的那个有钱人，他明明就已经有还蛮有钱的，就有几亿这样子。但是他每天都还是在想要怎么赚更多，要怎么样。然后他说他想要赚很多钱，然后帮助人什么的，然后就一直想我想要赚很多钱，然后才能回馈社会什么的。这个想法是一个蛮奇怪的想法，就是帮助人是无时无刻可以做的事情。我走路，我看到一只小猫在过马路，我也可以把它抱着，让它不要让车子撞到，让它能够顺利的渡过马路。这就是一个善心。为什么要赚很多钱去帮人？我在路上看到有卖花的阿姨，然后她很希望能把今天的花卖出去。如果刚好有，我就把她的花都买了，那她就很开心。我今天终于达成了我的心愿好开心的卖完了。那你就带给了别人欢乐。对啊。那这个你需要赚的多少亿才能把那些花买下来？其实不是啊。很多事情是你当下就可以做的善念。你不去做，然后你却要等到什么我好想赚很多钱来帮助别人。你为什么你想帮助别人，你就会从此刻开始去帮助别人？是啊，不可能会等什么你赚到多少钱，然后你去帮助别人，那个是一个赚钱的借口。对，所以你不要说我赚到10亿之后，我一定会做很多善事。你如果赚1000万的时候，你不去做善事，你不要说你赚10亿的时候会做善事。那些善事也只是用来去凸显你的自我。你看我是大功德主，之前我们讲的。我就真的有遇过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当那个世界金字塔顶端的人，他想要先努力的赚钱，然后先当上世界顶端的人，然后再去改变世界，让世界更好。所以他要先努力想要赚钱，要用什么吸引力法则什么。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他操作反了，他一直帮助别人，他搞不好很快就到金字塔顶端，因为他一直跟宇宙证明说我有，我很丰盛很丰盛。他不断的跟宇宙证明说我很丰盛，他就变成不只是丰盛一哥，就丰盛大哥这样。丰盛大哥。对呀，就很丰盛了。那他不去跟宇宙证明很丰盛，然后光用想的，然后说等我有一天我赚到了金字塔顶端，然后我就帮助世人。他应该是说他如果真的想要帮助世人的话，为什么不此时此刻想我有什么能给予这个世界？我有发现什么很棒的东西，我好想要给予这个世界，好想给世界，然后我要怎么样给世界？我可能先给一个路人，我可能先给谁？那越来越给越多，给越多，这才是真正的给啊！对啊，当下你有什么，你可以直接给嘛。给不一定是说要给钱我很有钱，然后我就可以给钱了。对啊。这个世界上，大家
一直不明白世界的运作到底是什么。所有我们看到的表象的一些情境，其实是用来换感觉的。感觉才是真实的，而不是那些情境。就算你今天中了乐透头彩，你换到的是什么？对，没错，就是这种，不是挂掉了，不是换到挂掉，是换到很兴奋的一个心情。那其实这个情境就是用来换感觉的，那所有事情这是换感觉。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提供别人感觉，这绝对是正确的。我们称赞别人一句话，也是可以提供别人感觉。对，那这就是好事啊！我今天给别人3000块。我赚到3000块，我才能做好事，然后我给了别人3000块，然后别人就好开心。那跟我看到这个人之后，我去称赞他的优点，然后把他优点告诉他说，其实你很棒，其实你真的是非常好，其实你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朝这个方向，你未来一定很能把这项事业给发挥到极致。对啊，那别人就很开心。所以你提供别人开心，你给他3000块，提供他一个开心，跟你说了一些话，提供他一个开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所有事情情境是用来换感觉，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提供别人感觉，你不需要去等待，你不用等待说我有10亿8亿，然后你才可以提供别人快乐或什么的，才能帮助世界。对啊，不是这样，你随时都可以做。你搞不好一句话，让一个人的一生大翻转他可能对一件事情好绝望哦，都找不到希望，但是你一句话，原来我是这么的有潜能有潜力，结果他未来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他就真的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然后为世界贡献很大这样子，那这多棒啊！对啊，蝴蝶效应啊。所以行善及时行善，不需要等待。虽然这个150呢，这段讲蛮久，但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可以讲一下。赞。好，下一个。再来，我们讲到175。骄傲轻蔑。什么叫骄傲轻蔑？就是觉得很轻视别人，就是轻蔑，然后觉得自己很行，就是骄傲，觉得自己很棒，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别人都厉害，然后很轻视别人这些人都不是对手这些都是逊咖，逊啦，就觉得自己才是最棒的。那这种就是一种骄傲轻蔑。你有比我好吗？当然有我非常好，我好得不得了。你怎么说也不可能比我好。这种就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很不习惯去在这种什么骄傲什么在上面，不习惯别的不知道讲什么。对啊，没有什么可以，可能我们演技并不够成熟的，我们可能要再揣摩一下，对，揣摩那个很骄傲是什么感觉。笑死。这个意思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偶像明星，他的追踪数几千万人追踪，然后他在台上就是笑得很开心但是你看他的频率其实是175左右，那这怎么不一样？他真的心里是很骄傲轻视的吗？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代表他很骄傲就觉得自己你看我有这么棒，有这么多粉丝，然后我是这么成功的一个人我实在太强了。骄傲就不是自信吗？骄傲跟自信怎么区别自信是说，对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有信心，而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认为自己总是比别人好、总是比别人强、总是比别人突出，这其实是骄傲，不是自信。自信是说，我一定会做得很好，因为我很聪明，我很圆融，我很怎么样，我做事一定会做得很棒。然后我面对人群的时候，我也不会害怕，我一定会讲得很好。这是我的自信。自信是对内的，是对自己的一种看法。不会觉得说自己跟别人做一种比较，一比较那其实是骄傲，而不是自信。我可能懂，就是其实很多偶像明星是不是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必须被培养出一个，他们要竞争嘛，所以一定要。我懂这个，因为我曾经有在演艺方面，就是飘来飘去，就玩来玩去，看东看看西看看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很多公司都会教你说，你要感觉自己是比别人还要更高尚的。你是一个女神，你是很多人崇拜的女神，你要做出一种女神的样子，你要觉得自己是最棒的，然后最厉害的，然后你是比其他那些普通的妹还要更高尚的女神。就是很多公司都会用这一套来去让那些艺人，然后自己要先说服自己我是女神，我是万人迷巨星，就有比较嘛，竞争所以才会有这种
我就是比别人还厉害的，我就是女神，我就是巨星，那种。这就是错误的洗脑。但是也不是全部啦，像艺术就不等于艺人嘛。有一些人是真正在做艺术的，就真的是把意识层面的东西，想办法带入物质的，就是他是为了要诠释他意识里感受的东西而做艺术的，而不是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是女神，是巨星，这样子，就是出发点不一样。因为有一集我们可以来聊聊，什么是艺术？还蛮有趣的，可以谈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谈谈200。200就是一个正面跟负面的一个跳板。对。从刚刚讲的这些全部都是偏向负面的，现在从200起跳啊，全部都是正面的。所以200以上就是正面哦，就是高频哦。所以200以下才是低频哦，这样大家就可以分清楚了吧？对啊。所以真的不是那种我看他不顺眼，他让我不舒服，所以他是低频，其实不是哦，不一定哦。就高低频，搞不好是自己才是处在那种低频的状态，因为没错。你看对方可能是很开心在分享，他是状态是还不错的，搞不好200，也搞不好300、500、600，反正就是都是高频的状态。那你看到是高频状态，但是你看到他，你觉得好不舒服哦，看他的肢体语言他表达方式让我不舒服，而他讲的内容我觉得不对，那我觉得他是低频，其实不是，其实对啊，低频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搞不好是你自己处在那种低频状态，就是你是很紧缩的，你是可能对这世界很有恐惧的，等等都不一定。对，就是高低频只是一种状态。对，当下真实的状态这样子。那200这个正面的一个起跳的这个开始200就是勇气、肯定。那光听这字就知道是正面的。就觉得我自己很有勇气，我肯定，太棒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自信了。刚刚讲的那个其实是一种骄傲，就觉得我比别人好。那这个是肯定，自信，很有勇气，因为我很棒，所以我很勇敢，所以我肯定了自己，肯定自己的能力，肯定了自己的个性，肯定了自己的一切，肯定了自己的智慧。那所以这个肯定就是一种自信。我是非常有智慧的，我是充满爱的，我是充满活力的，我是很开心的，我是很可爱的，我是我是很单纯的，我是能够做得到的。这是自信吗？这是自我催眠。自信，这其实是自信，就是你如果由内心发出来的，它就是自信。我都敢讲出来，那就是自信啊。对，没错。它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自我催眠，真假的？没有啦，这些肯定语可能是一种催眠语啊。那其实是用这个来让自己进入更自信的状态。对啊，可以啊。对啊，就是原本不自信嘛，那就是替自己加油打气啊！我是最棒的，我一定可以做到，我非常的聪明，我非常有机会。对啊，催眠不是一个不好，不是说催眠是一个不好，催眠就是一个让自己转换状态也很好的一个工具。就让自己相信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只要你相信了，你就会变成就是这样。接下来就从200直接跳到250，所以勇气肯定这个区块就蛮大的，它直接就跳到250了。250这个区块叫做中性信赖。中性信赖什么意思呢？信赖就是一种相信，它也是一种肯定。中性的意思就是比较没有偏颇的一种状态。就觉得这样其实很棒这样其实也不错。那就处在一种比较中性的状态。男生也不错女生也不错白色也不错黑色也不错。它是一种比较处于一种随和的一种状态。中性就是不偏颇，比较不偏颇的意思。那这种信赖是来自于，就是其实对生命有一种信任，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就是你信任了生命，所以你就会认为这样其实也没关系，这样也没关系，因为我对生命是很信任的，这产生一种信赖感。这种信赖感不只是对人或者对自己，对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基础的信赖。在这种信赖之下，就不会去因为不安全感而我一定要偏这个，不偏这个不行，因为我怕会那样。那他不会怕那样，是因为他对生命是有一个信赖的，所以他自然就处在一种比较中性的状态。所以真正处在这个频率的人，你就不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行这样子，
你做错事情，你说错了，不对哦，你怎么能这样讲？这个不对啦，假的啦。就他是知道没有对错的。他这是一种信赖感，还不是真的没有对错，他只是说这样也可以，这样也不错，但是他没有，他还是有对错是非好坏的，他是一种对生命有一种信赖，他信赖了之后觉得其实这样也没关系，这样也可以，但是他还是会分辨哪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没那么好，但是他即使没那么好，因为他对生命是信赖的，我觉得就算没这么好，但是生命一定会给我最好的结果，我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过程而已，通往最好的道路的过程。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信赖有生命，那所以其实这个虽然我认为不是说很理想，但是我也觉得可以接受的这样。所以他还是会，他还是有判断。所以他还是可能会说其实你讲的不对啊，不就近啊，这不行啊。不会啊，他既然信赖他就会觉得说，你虽然讲的不就近，但是也蛮不错的。他会改成这样。虽然你讲的不就近，但是也不错啦。加油。对，会比较用这种态度。就 OK 啦，你的选择啦。但是你这样讲听起来还是不太250的感觉。不太250，所以这样讲还是不是250？对呀，250会去接受，而不会也可以啦。你其实你不行，但是也可以啦，这样有这种感觉，这种还是有点轻蔑的感觉，有点觉得对呀。懂。我懂。生活中有遇过。再来310。310就是一种希望乐观的。这个其实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就是怀抱着希望，然后以乐观的心态去看待生命中的事情。其实这就没什么好讲，再讲这一句话就把这个状态讲完了。就是他可能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他还是很正面的去看待挫折，很正面看待挫折，觉得希望一定会来临。只要我乐观看待就好了。就像我高中时的状态。所以你高中的时候就已经310了。就很乐观这样。可是很奇怪哦，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正面、很乐观的人嘛，我觉得这样很棒啊。可是身边的朋友都说你不要太正面，不要太乐观，他们反过来告诉我不要很正面，就是你太单纯了，你不要这么正面。一定是这样的啊，因为如果一个使用比较低频作为基调的人，他一定觉得你这样是不正常的对啦，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是用下3轮在生活的。那下3轮是频率多少以下？红色、橘色、黄色这3个区块，就是对啊，就是200以下。200已经是绿色了。那所以是175，大概150以下的这些区块，85%都会活在这样的一个区块。150以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以下3轮在生活，就是活在频率150以下。对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很奇怪，你为什么会这么正面？我很奇怪，是我奇怪吗？因为多数法则嘛，多数的人都这样，你不是这样，你就是奇怪的。80%的人都这样，为什么你不是这样？那所以你是奇怪的。对啊，我以前都被说很奇葩。然后没朋友，没有朋友。然后如果假设说因为这样子没朋友的话，那也会很正面乐观。其实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对啊，没朋友没差。有些观众也是这样子，但是还是会觉得有点孤单。有点孤单，就是好像都没有人了解我这样。有啊，很多啊，只是分散在各地啦。这里就是一个修罗场嘛，不太会把你放在一个跟你都是一模一样的地方，比较少几率啦，因为就是要来让你在这里修炼的嘛，对不对？是不是？没错啊。对啊。再下来讲到350。350。宽容原谅。那这个宽容原谅这心就很广阔，就是凡是别人做了什么都可以去包容他、原谅他。那其实只要有小我存在，还是会有觉得跟自己合或者不合的看法，还是会觉得有对或错的判断，往往很容易会有这样。但是只要有350这种能量，你即使会觉得有对错，但是你可以包容对方，你不会认为说对方这样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罪恶，或者是不行的，不会。你只是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但是没关系，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选择，处在不同的轨道，那所以他目前是这样的状态，也是很好，因为他目前的状态就是他的轨道，我不会排斥说他在目前的轨道，我包容他，原谅他。
用一种宽容的心。那250可能会跳出来说，你说的不就近，但也可以啦。那350可能就不会主动去跟对方讲这么多。对啊，就是那是他的道路嘛，他就走在他的轨道上这样子。对啊，那他本来就在那个轨道，就会遇到这些事情啊，那就是他的过程嘛。350的人既然是一种包容、一种原谅，其实他不会告诉对方，可能他还会点个赞。对，点个赞，赞哦，赞哦，应该是说啊，就是知道万事万物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啊。350还没办法真的知道万事万物都没有对错。350还没办法。没办法。原来是这样。那等一下应该会讲到吧？所以那350会不会是，除非对方自己来问我，自己来找我，不然不会这么鸡婆，就会是这样的状态吗？应该会是这样的状态啊。但是它主要是在于说，他对一切是有包容力的，但是他不是分辨不出好或坏、对或错，然后他心里面还是有一把尺，只是不管怎么衡量，他是可以包容的。那所以对方处在一种他认为不一样或者不对的状态，其实他应该是不会去主动去介入跟对方去讲，因为他采用一种包容的态度嘛。那你这样也不错啊，你在你的轨道上，所以他不太会主动去切入对方啊，去跟对方讲。所以250可能会主动切，但是350不会主动切，分别是这样吗？其实不只是这些，我们是拿一个讲道理这件事情去诠释这件事。其实包容、宽容，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对他做了一件他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他很容易就原谅对方，也不会跟对方计较，是偏向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啊，就是这样。对啊，就是很久以前就有一个人对我生气嘛，不，但是我就看着他这样，就没办法，就不会影响到我啊，你就是这个状态这样。那就是你的过程。对啊，每个人都有他的过程。350是一种包容，是一种宽容。宽容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很宽的去接纳，就是去包容，但是他还是有认为对跟错、是跟非，然后还是有，只是我可以去接受，我可以去原谅。那250呢？250是250跟这个没关系，250是一种信赖生命的状态，他相信生命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他处在一种比较不会去排斥这样或那样。但350是一种更能接受的状态，更对不美好的事情更能包容。他即使不美好，他也可以包容。对，就250比较更会分辨说啊，这个不好，这个比较好啊，但是生命都是美好的。对，生命都是美好的，所以其实不用去想这么多啊。但是他还是会这是不好的，那这比较好。250是一种比较中性的，就是不太偏左边，也不太偏右边，反正随便。他随便是因为他对生命有信赖，所以这样也没关系。到了350，他不会处在一种随便的状态，他就会有一种理解，他用理解开始有一些智慧出来，他能够判断了。智慧。那能够判断的情况下，他就还是会有一种好跟坏的分别，但是他对于坏的那一面，他可以接受，他比较不会去理解坏的那面。理解好跟坏，因为他已经接近400，到400就是一种能够理解的状态。400，好，现在在讲400。现在可以就直接带到400。400是理性谅解。对，理性谅解就是他能够用很客观的态度去理解一件事，不会用我对你印象不好，我就觉得你讲的都是不对的。戴面具啊，一看就写着，不要拿这个给我看呢。那理性谅解，理性就更能够站在一种客观的态度。我听听你讲的，不会去考虑那个面具啊、颜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会觉得你讲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正不正确？我能不能吸收？这个就是一种理性的。那而且他会对万事万物就会有一种，他对万事万物的包容，他不是来自于你不对，所以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你。350是这种，但是到了400，他就是能够判断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你是因为怎样怎样，所以处在现在这个阶段，你是因为小我跟你一直传达这种错误的讯息，所以你才会讲出这句话，不是你这个人真的有什么问题。他用很理性的理解去看待事情，他谅解了一切的发生。好中肯啊！这样就能够真正的去谅解，而不是包容而已。我认为你不对，但是我包容你。但是他不一样，他层次已经到了。其实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光看面具就不听我们的影片讯息了。这理性谅解。理性谅解，对啊，就是每个灵魂都在他的轨道上运行嘛。有些人在
第一道门就卡关了，就是因为这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偏看外表、看外貌，就是这世界很多东西都是包装过的，就是大师就该有大师的样子啊，老师该有老师样子，学生该有学生样子，然后偶像明星什么然后在人群面前就一定要很怎么样，就是种种社会给我们太多这种信念框架的，扮家家酒。对啊，以至于说我们就是很习惯都先看别人的外表，就是以貌取人啊，就是这个人好胖哦，他一定很爱吃，但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他可能是得了某种疾病，所以才导致他中枪。还好吗？我没有疾病，就搞不好他是某个疾病，所以让他变胖。就是他已经得了疾病，已经很痛苦了啊，但是人们又看他胖就贴标签啊，你爱吃又不爱运动什么的，那是不是又2度重伤了呢？有很多事情啊，其实表面上跟他背后真的是不一样。所以理解真的很重要。所以理解真的很重要，理性的去体谅别人。所以我们要更理性的去观察对方的状态，然后去理解他真实的状态之后，再去做判断，而不是看片面的，然后就判对方死刑啊什么的。那为什么有人看我们戴面具就卡关啊？他们是因为什么？真的非常单纯啊，就是看面具就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以真面目示人？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或者说这样就会觉得说，第一，你们为什么不能以真面目示人？然后第二，你们的面具看起来，颜色比较阴沉，然后感觉是有点邪门这样，那很自然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判断，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啊。这样那其实我们觉得还好。就每一个人其实不一样。对啊，就是我们强调依法不依人，我们的观众其实很多也是依法不依人，就是听我们讲的到底是传递的是什么。其实真正直接听我们的讯息的观众居多啊，就是卡在面具而不看的其实是占少数的，极少数，极少数。只是说这个现象还蛮有趣的。我是觉得说，如果大家真的不喜欢这个面具，其实可以闭眼睛就直接听就好了，就不要看就听就好了。或是你看荧幕的时候，你就拿个卫生纸或是纸什么把，就是上面贴住，就不要露我们的脸，然后就留下面那个字幕这样看。对啊，我们只是顺其自然这样。然后我当初也是顺其自然，觉得说，这个蓝好漂亮哦，它是靛蓝色的，好美哦，所以我就买这个颜色。然后第三眼是想说第三眼就代表蓝嘛，靛蓝色啊，所以就配合这个第三眼的靛蓝色这样，很棒啊，很美啊。但只是说眼睛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是后来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美化我的面具，所以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应该能理解吧？不能理解也没关系啦。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看法，就算我们不戴面具讲，也并不是所有灵魂他都能接受我们所讲的内容。对啊，其实都一样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二元性嘛。对啊，就是有两面啊，所以其实我们就不会很 care， 我们面具怎样。对啊，我们觉得很棒啊。对啊，一直都不会是个问题啊。对啊，只是想说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因为大家不懂，所以才会问嘛。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愿意分享这样子。那接不接受就是个人的事情。再来500就是爱与崇敬。爱与崇敬是什么？听起来很伟大。500就是爱。爱与崇敬就是一种爱的状态，也就是第5次元的基调，就是处在一种爱的频率，那这种爱的频率不是那种世间的这种爱，而是一种对于世界万物都产生一种关怀这种爱。我这种是大爱吧？这种是大爱，是大爱。给你们送你们很多吻。大爱是一种关怀，其实不需要送吻。这样，好吧。就是关怀万事万物。就是关怀。就是如果你们缺爱，我会关怀你们。缺爱吗？给你们爱。这样。关怀是关怀
就是万事万物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在灵性道路上成长，他们这样对呀，不需要送什么，缺爱就来找我，送你几个吻这样。缺钱就不要找我，缺钱就不要找我，好好笑。很好笑。那如果有人缺钱呢？那给他钱也是关爱吗？我们已经把最好的给大家了。就是你缺钱，只要照我们显化的法则，你就会有钱。我们把钓竿都给你了，我们不需要给你鱼吧？对呀。其实我觉得，例如说我们是有钱人，例如说我们有1亿好了，与其把可能1000万拿去捐给有需要的人，然后让他吃东西啊、买书包啊、一些文具什么，我觉得可以，例如说盖个什么灵性学校之类的，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怎么样显化丰盛，怎么样。这些灵性资讯等等等，这会对他的何止人生，而是他的灵魂很有帮助。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越有钱，穷人越穷的秘密。因为有钱人他就很有钱嘛，那他给出钱，他就只是给出钱，那他给出就代表他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但是他不会告诉这些人说他是怎么显化的。对啊。当然，那穷人就是拿有钱人给予的，哇，很感恩，但是自己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能像他这样子。那什么是崇敬？崇敬就是一种敬畏，就是对于万事万物都保持一种敬畏的心，不是这种不是礼拜，就是对万事万物都怀着一种感恩。感恩，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感恩，爱与感恩，感恩对万事万物。那频率350就不会感恩吗？不会啊，他不会真的很感恩吧？不会400。他每一个频率就是他属于他的特性。500就是感恩，那种感恩是对万事万物的感恩啊，是怎样的状态？崇敬它本身就是觉得天地万物让我有这么丰盛、这么美好，然后所以我很爱天地万物，并且我对天地万物都保持一种尊敬、一种敬畏的一种心情。然后很感谢，刚刚讲的这些所有都是这个500的状态。但是频率500不会这样吗？这样不是爱哦。就是玩，不是爱。这是玩。爱是一种，他不需要做任何动作，但是对于天地万物怀抱着一种感谢，然后崇敬，然后爱。就我就是感受到爱，然后由内而外的。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戏剧化的一种有趣，这是一种幽默，不是崇敬。那幽默后面不是？后面才有。后面就讲到幽默了。我们耍宝啊，然后玩耍啊，然后这些都是属于幽默的阶段，那是后面。幽默。再来是540。540，宁静喜悦。宁静喜悦这个，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都有体验吧，就是当你往内在走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就会离开那个喧闹的小我，就进入一种宁静的状态。那在这种宁静的状态下，自然而然产生一种轻松、愉快、自在的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喜悦。这种喜悦不是开心，对，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悠然的一种喜悦。喜悦它的是来自于一种很舒适、很放松、很安适、很安全的一种感觉，然后在一种宁静的状态，体会了这种安全、轻松的一种状态。这样的频率就不会很世俗，对不对？就超级脱离世俗，超级脱离世俗，就不会在世俗里很忙碌我明天要做什么，我们后天还要干嘛？那差太远，差太远，在一种很宁静的状态。我现在我要做好多事，但是我还是很乐观，加油自信，开心耶！我成功了，好开心的，不是跟这个差很远，差太远，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好放松好喜悦宁静、喜悦，就不需要言语，不需要讲很多。其实宁静、喜悦这4个字就够了，因为在越高的，其实需要的语言越少。可是那像那个什么幽默自在嘞，而且怎么是540，然后又550，才差10。540是一种宁静喜悦，在这宁静喜悦当中，转变为一种对世界的一种funny，一种乐趣，一种有趣，把宁静跟喜悦转变为一种有趣的一种现象的时候，它虽然是一个很微小的转变，就是由内而外，把这个喜悦宁静转变成一个对世界的一个
感觉、有趣的现象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微小转变，但是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很酷哎！就我们一直觉得说，开玩笑，其实开玩笑跟幽默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就是对，很多时候啊，这个世界为了讨好别人，然后我们会做一些看起来类似幽默的一些事情，然后去让大家开怀大笑啊，讲笑话啊什么这些，其实幽默跟这些没关系，但是对人生态度一些超然。你就是因为已经经历了500世的那种宁静，你跟这个世界其实已经有很远的距离。你有了那个很超然之后，你才能在这个高度去展现你的幽默，你的趣味。分离，这种趣味是很难去形容它，但是它是一种超然的。其实我们那个希特勒影片就是基于这样的频率而产生的。希特勒的影片是基于这样的频率下去做影片，550的频率，幽默自在，就很幽默自在的展现要诠释的这种智慧。应该是说，是不是？看穿了，生命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场游戏啊。没错，你讲到这个非常的重点，就是因为你已经跳脱了世界，所以你用更高的态度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看穿的世界其实只是一场游戏。游戏嘛，何必计较这么多？有趣啊，就是一种敞开，同时又有包容，就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嘛。所以在这个高度才能比较真正体会什么叫游戏人生，又感恩又有爱，就是那种有内在很喜悦，然后看穿啊，原来生命啊就只是一场游戏嘛，那就可以好好玩啊，就我可以很宁静的去玩啊什么的，大家不用这么严肃嘛，放轻松啊，哈哈哈，大家笑一下啊，那每天不都被墨子逗乐了，实在太好笑，就我每天都超级开心的，因为他有时候讲一句话就超好笑的，大家应该有时候会从影片上看到，就怎么那么好笑，那个鸡腿胡椒，鸡腿饭加胡椒粉，还有很多很好笑的，对啊，就是一场游戏嘛，对啊，所以我相信应该很多看我们影片的观众，慢慢的频率应该就会提升到这种幽默自在，大家就会真正开始玩这场人生的游戏了，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想游戏啊，就游戏啊，对啊，就不用太严肃这样子。既然是游戏，就很轻松自在的去玩它，对啊，就很有乐趣，不用对那个角色太认真，幽默自在哦。所以为什么相差10而已？它其实就只是把宁静喜悦这种高度，然后展现在对世界的一种游乐的心态。其实它应该是说要把宁静喜悦的这种高度，直接拿来在世界玩，就是这样。啊，那为什么幽默自在会比宁静喜悦高频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先体会到这种高度，你才能去真正的游戏人间去玩。先体会到这种宁静喜悦的高度，你才能真正的去玩，就才是一个玩世界，而不是被世界玩。所以这个频率已经是有观察者角度吗？已经有一点了，已经有一点，从500世开始就有了。500世是宁静喜悦才慢慢有一点观察者角度。对，先到这个高度才开始玩，就这时候应该是真正有体会到玩家的感觉吧，而不是很活在角色小我。对，这真的有差。所以在这个层级才会有自在这2个字。自在。为什么自在？因为你觉得一切其实只是个游戏，随便做啊，自在。随便做，就是当自己家随便做，来，当自己家，把家具什么古董都给搬走了，当自己家。自己家呢？以后有人到我们家，不要搬古董了，不要这么自在。以后到我们另一个家，然后就掐贼，当自己家，大家都是朋友，就把我们古董搬走。对呀，或是说然后玩的时候把那个古董摔破，摔破你会怎么样？破了就破了岁岁平安呢。破了其实破了，只要把钱留下就可以了。那至于那个古董，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我在乎的是钱啊。没关系啊，破了没关系啊，没差啊，就是把钱留下来就好了。对啊，开支票也可以。开支票也可以啊。对，刷卡。笑死。那我们是故意把那个古董放得很容易倒，然后他随便一碰到，就砰就掉了。这个你要负责。这个你要负责。不会啦，放心，我们不会做这种事。这样观众会说，真的可以跟你们见面吗？去你们家什么的？谁知道呢？好像很多观众想跟我们见面，面具底下。见面，或许吧。搞不好不是来我家，搞不好我去你家。我去你家，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会有人希望我们去他家吗？可能就想要用神通把我们显化出来，就然后我们就出现在面前。其实都已经显化出来，不然就看不到影片。对啊，对呀。就有很多观众说啊，好开心把我们显化出来。其实真的是大家显化的。对啊，对啊。但有人正在显化你回复讯息，他就说。可能是他还没有显化100%相信，因为那个墨子还没有回复讯息。这个也蛮有趣的，所以可能还没100%，所以我回的那一刹那就真的是100%。是啊，因为这是他自己设定的嘛。哦，他自己设定。他已经设定好这个系统，那我就遵照这个系统来玩了。不是不能改变那个自由意志吗？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不会改变我的自由意志，所以我回的时候就符合他所显化的。对。在这边真的要跟大家认真的说，真的超多讯息的，而且这些讯息全部都只有墨子一个人在回。但是他其实他超忙的，他除了要回这些一堆讯息之外，他还要做封面。你有时候还要出去研究一大堆东西。对呀。对，他还要研究一堆东西。对啊，他发明家哆啦 A 梦。对啊，还要消化一些什么的。消化什么？煞气啊什么？就我们有一部是帮大家治疗的影片。那我们已经有说了，就是帮别人治疗其实不是墨子在治疗，我只是引用宇宙的能量，然后为大家借由这个影片，借由我，然后借由这个影片，然后带到现实的世界，然后我为大家做一个治疗，然后其实是宇宙能量在为大家治疗。那所有人的有关于业力，或者说有一些负面的一些状态，其实是由宇宙这个空来做消化。那但是作为一个引导，那难免会接触到一些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煞气啊，或者说业力啊等等。那这些病气啊、煞气等等，我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去消化它。那但是我每天要拍影片啊，要回复留言啊，要做很多的事情等等。那我就想说，我花时间去消化这些煞气，能不能有更缩短时间去消化这些煞气？那我就研究把不同世界的科技带进这个世界来，然后能够很快的消化这些煞气什么的。对啊，观众说显化，你们有显化什么吗？这就是显化啊，就是墨子只是投射一个我想要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解决掉煞气？结果就研发了这个，就有灵感，有一些讯息来，就做了。其实世界上很多发明都是这样来的。灵感来自哪里？不就源头，就宇宙本源啊，对不对？来自宇宙啊。其实灵感呢，我们不要说啊，这是我的专利，然后这我的想法，我的精髓什么。其实不管是我们收到的讯息，我们的灵感什么，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宇宙，都来自于宇宙一切万有。没有一个想法是我属于什么墨子自己的。对啊。那其实我去把这些锁住，说这是我的想法这我说过的话，所以别人就不要用，别人一用了就是侵权。对啊，其实真理怎么可能是墨子独有的？应该是对啊，真理就摆在那边，真理就是真理，不是任何谁有的。但是只是说每个人自己领悟到的对真理的诠释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对。就是如果是自己亲身体悟的，那他一定会有自己的说法、自己的语言。对啊，好像又说了很多。就没关系，就再讲一次。就既然讲到，那我们会再另外拍一部影片来分享，有关能量治疗，怎么帮人治疗等等等。没有这么快嘛，因为大家引导契机的那个进度还没有到那个治疗。再拍一片契机引导的，然后再下一片就可以开始讲到治疗。对啊。还要再拍一片。对，还要一片。OK， 赞。就慢慢。对呀。慢慢越来越深了。对，不用急，一堆要拍的呢。再来就是讲到600了。600。哇，600就很接近开悟了。对啊，安详极乐。安详极乐。给我那一片，你要安详极乐一下，开悟一下。对，我要。进入安详极乐。我要提升一下频率。600就是一种。刚刚有讲到宁静，这种600它就已经超越了宁静，它是一种安详、极乐。既然是极乐，既然是安详，它就会进入一种合一的状态。这种通常是发生在静坐的时候才能拥有的频率，但是这个频率如果能带到生活里面
其实你就可以处在一种非常舒适的一种状态。它极乐不是那种很嗨的那种极乐，它是处在一种万物都处在一种很合一的状态，你不会把自己跟世界分得很开。你觉得树木、山、远方的这些景物，就好像你的手一样，你可以伸手可及，一切都是好像跟你是一体的。所以这种极乐是因为你没有去把世界跟你分得很开而产生的一种快乐。那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的安详，非常的舒服。我现在频率有到600吗？有啊，有到了，600。620。刚刚讲了600是一种你处在一种不会跟世界分得很开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其实很接近一种不解释，因为你不太解释眼前的状态，你才会去跟眼前的情境比较合而为一的感觉。所以它其实已经有观察者的角度，它很接近不解释，那只是还没掉进那个不解释。就只要稍微不解释，那你跟世界就没有什么分界，这时候你就处在一种安详极乐。那接下来就讲到700到1000，700到1000，其实这就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这个就是回归于大海，开悟正觉，就被吞没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700到1000。有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就当下会处在700到1000。那为什么还有700到1000？那又是怎么分的？是初地菩萨到实地菩萨吗？是什么意思？是哦，就是这种分界。1000也只是实地菩萨，不是佛，因为佛就没有数字了。你不是说1000就代表本源？1000就代表本源，但是你还是有个体性，又能代表本源，你才能显示出那个1000。就是佛陀。对啊，你如果突破了那个个体性，那你就没有一个个体性呈现1000了。你已经是整体如何呈现数字了？就是你必须有一个个体性才会比如说墨子达到1000，那你有墨子才能有1000这样。那墨子突破了个体性，哇，不存在了。像露西那种整个3片虚空了，那谁1000呢？没有人了，没有那个1000的个体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存在个体才有1000，所以超过1000就不存在了。所以那佛陀当年是处在1000频率去说法吗？传法？也不是，他随时可以运用各种频率在传法，而不是在1000的状态下，1000状态下拈花微笑可能处在1000了，拈花微笑了。除了那一个时刻之外，其他的都是他运用他的智慧，用不同频率在传法。所以说为什么听佛法好像有点矛盾？因为佛陀每句话是说给不同的人听，不同阶段的人听的。对啊，不同阶段的灵魂啊，对啊，所以他可能会调频，因为你不可能用600的频率去跟可能75的去说吧，对不对？对啊，所以他可能还是要调频调低这样子。就像人跟鬼一样啊，除非你因为人跟鬼的频率就差有点多嘛，那所以鬼接近人他是很不舒服的，除非你的频率调到跟他一样，他靠近你才会是舒服的，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不是说佛陀就一定每天都处在1000频率，然后讲法这样子，哇，好高频哦，好厉害哦，没有话可以讲。对啊，不是说佛陀就一定是1000啊，1000才是最厉害、最高频。应该说最厉害的是，随时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频段的任何一个位置，你想要随时在哪个位置，你就能在那个位置，这才是最厉害，而不是说锁在一个你500就很厉害，你就只能500，就只能500。那这样不会是一个很能渡人的状态，你一定是处在一个很灵活，对方因为250能得度，你就在250，对啊，因为500能得度，你就在500，所以你一定是能灵活变化，所以才说菩萨是最好的演员嘛。对啊，他才能在任何一个位置。对啊，可能有些人就以为高频很厉害，高频就一定是那种很宁静，然后处在什么的状态。讲到这个，我也想说，下一部开悟引导的影片要怎么来拍，到时候看怎么去展现。因为我如果处在很深的宁静，可能连一句话都没有，那搞不好我就让影片完全不会有语言，就从头到尾，其实各位就只去感受那个空性的引力，感受从不解释而来的那个引力，那这样就好了。这个就是开悟引导。那前面只是为了说，把一些需要理解的
站在很深的宁静去传达这些需要理解的话。那这些大家之前已经理解过了，那就不需要再理解一遍。所以下一个影片，开悟的影片，可能整片各位都不需要去听，你只需要感受就可以了。不是可以再讲一个更深的，就处得更深，然后再讲话，然后再下一步就完全更深，但是没有语言。所以这个我会再看看当时的情况，需不需要讲。我们的观众其实很多都已经很棒了。就是只是需要点一下这样。他可能就本来就好像迷迷糊糊，然后突然点一下，醒了，开悟了。开悟就没有内容这样。在这里我要补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频率在700到1000的开悟者一定都是紫色的吗？频率在700到1000，这是一个开悟的颜色。其实我们这些所谓的颜色，它呈现在我们身体上其实是人物属性，所以其实跟我们的观察者角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没有直接关系，它反映出你人物当时处于什么状态。那所以是人物的状态，而不是观察者。观察者其实不在人物之内，他在游戏之外。所以这些颜色它没办法反映出游戏外的东西，它反映的是人物的状态。所以一个人就算他是紫色，也不一定是开悟吗？这只能说他保持在某种类似观察者的状态而已，不见得是一个开悟的状态。如果它是一个开悟的状态，它也不一定是处在完全紫色的状态，也有可能是别的颜色。重点是人物是人物，观察者是观察者，这是两回事。那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700到1000是一个开悟的颜色，那其实这个颜色代表的不是观察者，而是人物的属性。人物怎么会有开悟的状态呢？开悟是人物以外的事情，跟人物其实没有关系。那其实这个图意思是说，当你处在观察者而却没有特别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呈现紫色的状态，也就是你处在海洋中，你没有升起特别的波浪去运作，你人物可能在一个闲置状态，或者在一个没有特别去融入它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呈现紫色。那其实反过来讲，不是说人物是处在一个开悟状态，而相反的是人物其实这时候没什么状态，然后你处在观察者，所以反映出那个观察者的颜色。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没什么状态的状态，而不是说你很处于什么开悟者的状态。因为这个颜色是人物的颜色，其实跟观察者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没办法反映出那个观察者，反而是没什么状态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处于一种觉察的情况。那个觉察，单纯觉察而人物没什么属性的时候，这时候看起来会是紫色的。那开悟正觉700到1000一定是被开悟吞没过的人，就是真正融入大海的，他当下的颜色会是这个颜色吗？那在那之后，它就可以任意变成任何一种颜色吗？其实我讲的比较清楚，大家就会知道了。你看整个区段所有的列表，然后它都有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开悟正觉，开悟正觉其实不是一种情绪状态啊。那什么叫开悟正觉？开悟正觉就是不解释啊。你没有解释的时候，其实就是开悟正觉。所以不解释，我们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很短时间的出现，然后又很短时间就失去了。一般在练习不解释的人可能是这种状态，那普通人根本就是完全是在一个解释的状态。那其实开悟正觉的能量，它是一种不解释的状态，也就是说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的正常状态，只要他不融入游戏，他就处在不解释，他是长时间保持在不解释。他只要没玩游戏，他就自然而然处在不解释的状态。那跟没有被吞没过的人正好是相反的。没有被吞没过的人，正常的状态就是解释，而被吞没过的人，他正常的状态是不解释。那所以700到1000这种频率，就是不解释的时候看起来的能量。所以意思是那些真正有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如果没有融入角色玩游戏，可能变成600或是500等等之类的，那他平常的状态，因为他会一直维持那个状态嘛，这是长期的，不会就是因为已经被吞没过也回不去了，所以平常没事就会处在700到1000。那但是他
当它融入角色完的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颜色跟频率，是这样吗？没错，完全正确，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如果有天眼通的人，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开悟者？你看他长期是不是保持在紫色状态就知道了，还是他的紫色是就是跳来跳去的？如果很稳定，就是一片紫这样，那你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人是一个能够长时间维持不解释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被不解释吞没过的人。那我没有完全被开悟吞没过，就没有完全融入那个大海的人，他也可能短暂的品尝到，可能在700的边缘，或是700多一点，品尝到那个一点开悟的滋味，是吗？但是不是真正的融入大海？其实有点像这样，如果你掉进去游泳池，你被它淹没了，这时候你就是开悟。但是有的人是泡在水里，泡个半身这样，那这种人不算开悟，但是他已经是在那个边缘，可能他在630、640、650这样，就没事就一直泡在水里，所以你还是看得出他那个紫色的特点，你可以看出他是泡在水里的，但是他没有整个淹进去，只是这样。那真正被开悟吞没过当下一定是紫色的吗？还是也可能呈现变蓝色之类的？真正被吞没的那个当下，其实跟颜色不是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过它一定是呈现出一种紫色的状态，或者是靛蓝色的状态。一般是呈现紫色的状态居多，因为它会保持在一种完全没有解释的状态。那这样子，这张图不就是其实700到1000也要加上靛蓝色？那但是这张图就只有紫色，但是你又说它可能也是呈现靛蓝色，为什么？那是人物状态，就是他习惯于，比如说他习惯是从静坐或者从禅定中，然后到达不解释的这种，他就会处在100%的定中，然后去产生这种开悟的特性。其实定的颜色就是靛蓝色，就是当你没有思想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定的状态，它是一种靛蓝色。但是这时候其实它是跟这个世界是有点很有距离的，但是他习惯于在这种状态而进入了不解释，所以他还是可以开悟，但是他人物当时的属性就是靛蓝色。哦，所以意思是700到1000是形容真正开悟的状态，那但是偏偏开悟的状态，那个观察者又跟角色人物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人物，不是角色，他就是观察者，观察本身。所以700到1000只是解释这是观察者，所以这个700到1000它也不一定是紫色，它其实可以是靛蓝色、绿色、黄色等等等，是这个意思吗？处在观察者可以是任何一种颜色，然后来进行游戏，就连入定也是游戏的一个部分。那只是人物当时的状态，就是处在观察者其实可以使用人物的任何一个状态，所以任何颜色都可以。但是当他人物并没有特别的状态，而处在一种没状态的时候，那它就会反映出那个没有解释的状态。那种颜色会呈现出紫色，其实就是这样。哦，我终于懂了。所以意思是，一般人就不是700到1000嘛，那他可能就在各种颜色、各种频率游走，那没有观察者。但一旦真正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处在那个观察者，他就永远保持那个观察者。那他频率其实一般正常没有玩游戏的时候的频率是700到1000，那不解释的颜色就是紫色，平常状态就是紫色，但一旦他玩游戏，就可以随时变成任何一种频率跟颜色。那这就是解释为什么700到1000是紫色，因为他平常状态都在紫色，但其实观察者又跟角色不一样，所以700到1000并不是说这个开悟者他就是永远保持在紫色状态，他其实意思是可以带有观察者的角度去玩每个频段的角色，是这样吗？没错，就是这样。你的问题其实已经很深了，我也不知道那个霍金斯当时他调查的时候，他去编这个图表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些？搞不好有想到，你不是说他频率有到600，那也蛮接近的应该吧？对呀。那这个我了解了，不知道大家了解了吗？那为什么其他颜色范围都很窄，紫色却比其他颜色还要广？因为人物所有的状态，其实它都只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很小的一个部分。相反的，那个700到1000，其实这样子编，我觉得还不够。不够的原因是不应该写700到1000，应该写700到10万，因为那个
没有解释的那个状态，其实它是一种无限宽广的状态，所以它没办法用数值去衡量，应该写700到无限，写上那个8的一个那个符号，无限的符号，这样就更接近了。因为处在不解释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办法衡量它的一个宽度。哦，那为什么啊？我们曾经看过有一个人，他的频率就没有到600，但是它的颜色也带有一点紫色，这是为什么啊？那就是他当时可能处在一种带有观察者的状态，只是这样子。所以也有可能它的频率400，但是却呈现紫色的气场吗？没有错，因为像我们的观众常常在练习不解释，当他不解释的那个瞬间，如果我去看他的频率，我一看可能就是紫色的，但是他没有办法维持那个观察者的角度，所以他会很快又变回人物原本的颜色，它可能会变来变去。哦，意思是假设说有一个人他很生气，他频率在150哦，200以下就是低频150，但是他看着自己生气，他处在一个观察者状态，他的颜色就有可能呈现一点紫色，是吗？没错，他当时的状态可能就混了颜色，他不会像纯粹的被开雾吞没过的人那样，它的颜色其实是很纯粹。他在玩的时候，你看起来可能就很红，然后他马上停止的时候，他马上变成很紫。那但是一般人他可能刚刚在某种情绪里面，然后他突然领略到，我要用观察者去看着这个情绪，然后他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发生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你去看他的颜色，它就会重叠到刚刚那个情绪的颜色，以及它目前正在不解释的状态，所以就会带着紫色跟蓝色，或者紫色跟黄色、绿色都有可能，就是一种会看起来像混合的颜色这样。所以有真正被开雾吞没过的开雾者，他其实他的紫是偏蓝的紫，或是纯紫哦。其实开雾过的紫，它没事的时候，它也有可能偏红或偏蓝，其实都有可能，或者纯粹的很均匀的紫，其实都有可能。不一定是哪一种值。其实频率700、频率1000，这个是指你的人物属性的一个颜色，你可以呈现看起来很黄色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却带有观察者的角度，这时候你的颜色就会呈现黄色区段的数值，而不是那个观察者。但是偏偏你又有带着观察者的角度去呈现，所以你的颜色看起来是一种复合式的。但是一般人连天眼通你都不容易去看到这个复合式的颜色，一般人只能看到尤其像用什么克里安照相机啊去测，只能测到前面那个黄色，测不出后面那个真正的振动频率。这就是我之前说菩萨是一个很好的演员的意思，就是他可以随时变成各种不同频率的区段，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菩萨，他可以把他的频率藏得更深。但是一般的开悟者可能他没有那么深的情况下，他保持着不同区段的颜色，比如说200的时候，但是他保持观察者的角度，这时候你用比较深的应该是说你比较具有高功能的眼通，你可以看穿它背后其实是带着深的观察者的角度，你可以知道它的频率其实是在高频段而进入低频段来游戏。原来是这样。那假设说一个真正被开悟吞没过的开悟者，他带有观察者去看自己的角色处在100，那用第三眼看，用天眼通看，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颜色啊？他如果100玩得很尽兴，看起来就会像是100，但是这个就变成说，这个讲的就其实蛮深的，就是眼通的程度，如果比较一般的，只能看到一般气场的这种眼通，看起来它就是红色的，你看不到背后那个紫色。但是如果自己有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的眼通就能够看到背后它的紫色，所以这个就有不同的层次在里面，就不是那么单纯。如果一般人他去照气场机，可能就是红色的。所以你的意思是，只有自己也真正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才能看一个人是不是也相同的被开悟吞没过，是吗？应该说看得出对方是不是长时间保持在那种没有解释的状态。所以就算一般人啊，他有天眼通，但是他自己没有被开悟吞没过，他也不一定能看出一个人的气场是不是开悟者，是吗？可以这么说，看不出来。原来是这样。好，那应该没问题了。OK， 那个世界人口总数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意思？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世界人口总数就是一个大概有多少的人口，整个世界人口的比例有多少是大概在哪一个区段？就目前嘛，目前这世界，目前的世界，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它还是会变的，对啊。这是你感知吗？这是感知的，就但是这个数值，对啊，以后还会变化的，就你感应目前就是这样，这世界大部分的人85%都处在150以下，就是所谓的下三轮，以下三轮来作为生活的基础，那150以上就只有11%，150到350之间有11%，150到350，真的很难遇到，就是其实要遇到400频率的很不容易，就是在生活中，我身边的人几乎都是200到300，因为对啊。85加上11已经96了，就是96%的人都是350以下。真的，因为我曾经开放，大家好奇自己的频率处在多少吗？当下频率，那也可以来问我啊，就是我的一些社群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来问我，他们好平均哦，都是200，就给墨子看都是250、220、280，最高好像320，那10几个人都是200多这样子，好平均哦，这真的就是不错啊！你应该很庆幸说你都交到对啊，很正面的，都是正面的200多300，没有那个50、70的。对，我身边不太可能，对，就是50、70应该也会觉得看到我很不舒服吧，都说我是负面集团的，对啊，所以200以上就已经是高频了，所以150到350就是有11%人，然后350到400就是3.6%，那400以上就非常少了，真的很少，就是有0.几的那种，路上遇不太到，就是生活圈遇不太到，对啊，但除非可能像网络吧，对不对？网络大家聚集在一起，就可能会比较多，那随着大家一起正面提升，就大家都越来越宽敞高频这样，对啊。我们观众里面呢，有一些400-500以上，你有感应？有啊，一定有的，怎么可能没有？那个2800万是什么意思？就全世界只有大概2800万人的意思。所以全世界、全地球、全球频率400以上的，总共只有2800万。2800万人。会不会有人说，怎么你们说的这么少？我相信更多啊。那就相信啊。这就是我们感应到目前平行宇宙的地球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不会啊，因为基本上能够在蓝电社运作的人其实已经不多了。那在我们的观众里面很多啊，那是因为我们观众就物以类聚，就是这些很少数的人聚集在一起。对啊，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跟他讲，在路上哪里去找跟我们观众一样的人，其实很难找得到。你跟他讲灵性，可能连什么是灵性啊，不要跟我讲怪力乱神，搞不好都这样。几乎我相信很多都这样了，很少啦，真的是，就是你去路上问问看就知道了。对啊，对，是因为我们物以类聚，所以看起来好多，但其实对啊，而且灵性圈也跟灵性无关啊，有些人在灵性圈频率也不一定都是200以上的。灵性圈不等于灵性啊。对啊，那个540到1000那个问号是怎样？什么意思？那就是以人为单位来算的，就是非常少数，就有540以上的人几乎是看不到的，就是全世界也只不过是某些人可能不到，可能1-2千人。以前我感应只有600-700人而已，但是现在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了。600-700那么少？对啊，全世界600-700。全世界啊，所以你以为540以上的人很多，其实非常少，少到不能再少。就跟双生火焰一样。对啊，双生火焰当然更少啊，所以就20人。所以按照这个表，我们去不是20人啊，不是20人啊，是20对。20对也40人，也很多人啊。我们用这个表去看，540以上。都是那种几百1-2千人而已，那何况是双生火焰，那一定更少啊。那40人会觉得很夸张吗？那现在应该是更多了，那加一加可能也不到100人吧。就不会到100人。对啊，那不会那么。对啊，所以540以上的这么少人，那双生火焰那么少的数量，其实可以去推想。我们有拍很多关于双生火焰的影片，有介绍，为什么全世界只有20对左右双生火焰？大家就可以自己再去回顾这样。其实我在想，可不可以我们找一集啊，然后来让大家玩玩看直觉，就是或是练习
分辨一个人的频率，你觉得如何？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人啊、名人之类的图片，然后让大家你第一直觉他的频率多少？那我们看看大家的直觉如何？然后下一秒我们就会公布答案，他的频率多少？那个名人如果被我们说频率不高，会不会不开心啊？会不会说肖像权你用我的肖像，然后没经过同意，因为我们讲了他低频这样。那这应该就是事实啊，他就是低频，所以才会生气嘛。那我们就找高频一点的名人就好。我们找高频一点好了。对，那对于太低频了，等一下他生气，然后要告我们，很麻烦的。我们找一些高频一点的。如果我们找的是那种可能100或是150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说他当下这张图频率是150，然后那个人搞不好就真的就你们怎么说我150？就是开什么玩笑？然后就不爽，仇恨就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找200以上的名人啊。不然可以就是如果我们的观众有看到这边吗？如果我们的观众自愿想要来捐自己的照片，捐自己的照片，然后愿意这样子让自己的照片放在影片上面，让大家去猜它的频率多少。那也可以私讯我们粉丝专页，就是 Facebook 脸书专页叫双生子燕，大家可以去查。那我们在影片说明那边也有放连结，大家也可以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私讯我们。对，如果你想要当 model 的话，然后你不介意别人去猜你的频率多少，不介意我们感应你的频率多少，并且说出来的话，然后愿意这样子牺牲自己的脸蛋这样子贡献这样子捐照片，就可以私讯我们，然后让大家来玩玩看这样子，可以给我们照片。那我们就在某一集这样子来让大家练习一下自己的直觉。不然我们就都不知道可以用谁的照片，对啊，对啊，总不能都拿频率600、700再让大家猜这样。总不能拿一个净空法师的照片，然后说大家猜他频率多少？一定700啊，什么就偏高频这样，就很好猜啊，对啊。那大家就猜完后，然后墨子就会直接看这个人的能量数值多少，就是墨子可以直接看到数值多少，然后就公布答案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感觉原来这个人他表面上的样子其实不一定是等于他的频率，所以是要用直觉感觉原来他频率是更高的这样子，或是他看起来就像大师，但其实他频率没有想象中这么高，我以为他600、700，结果只有200、300这样子，就知道原来频率是这么一回事这样。那个脉轮呢？我们有一集有分享有关脉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啦。这集很长，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分享到这啦，终于讲完了，好，拜拜。拜拜。